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把手用力攥成一个拳头，你会发现手背上有很多鼓起的青筋。青筋是什么？很多人认为这是一条条的神经，其实这样的理解是不对的。青筋不是筋，它其实是血管。在我们的身体里有两种不同的血管，其中一种是动脉，另一种是静脉。动脉的位置比较深，血液颜色比较浅，呈红色；静脉的位置比较浅，里面血液的颜色是暗红色，但是反射到皮肤表面的时候，它就是特有的青色了。中医专家认为，无论人体哪个部位的青筋出现了异常，都是身体报警的信号。它反映人体可能出现了痰湿瘀毒等的机制不能排泄出体外的病症。而当身上的这个部位出现青筋后，严重的情况下可5秒致死。一、脚上青筋现，肺易被栓塞。老太连打3个月麻将，引发双肺栓塞；连续坐车20个小时，女子突发肺栓塞，险些丧命。27岁小伙连续加班晕倒，结果竟是肺栓塞。肺栓塞是欧美等发达国家最常见的致死性急症。美国每年肺栓塞所致的死亡人数可能会超过了心肌梗死与中风，因此很多人称肺栓塞为猝死之王或者是死亡之王。这3个肺栓塞的案例，病人的年龄、性别各异，但是发病的原因都是静脉曲张。人体的血液由心脏经动脉流出，供给到全身各处，再由静脉流回心脏，形成一个循环。如果血液瘀滞，导致静脉迂曲扩张，就会发生静脉曲张。它可在身体多个的部位发病，但最常见的是下肢静脉曲张，俗称蚯蚓腿。一般而言，从3期开始的静脉曲张就需要进行手术治疗了。很多人认为下肢静脉曲张除了影响美观，不需要治疗。然而这种想法是错误的，因为比静脉曲张更可怕的是并发症。一、皮炎。静脉曲张早期表现为腿部的血管轻微突出，没有疼痛感，也不会痒，因此很多人都放任不管。但若真的是忽视了治疗，久而久之就会导致静脉血在下肢，尤其是在小腿严重的淤滞，出现局部的皮肤糜烂、渗出、皮肤肥厚、色素沉着或者是干燥脱屑等的症状。2、出血。静脉曲张后，静脉压力很高，如果外伤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静脉破裂，出血往往不容易止住，甚至有患者因为过度失血而出现失血性休克。3、深静脉血栓。腿部静脉有浅静脉和深静脉2类。当浅静脉出现静脉曲张，导致血液长期回流不畅，深静脉的血流也会受到了影响。一旦静脉血液在下肢深静脉血管内凝结形成深静脉血栓，而且血栓脱落，就有可能会造成肺栓塞。如果血栓较大，将肺动脉完全的堵住，只需5秒就会导致猝死。2、头部青筋凸起。很多人在太阳穴的部位发现青筋凸起，同时还伴有明显的头晕头疼，这个时候最好去医院检查一下颅内的血管，看看是不是有颅内血管的狭窄。颅内血管狭窄会导致脑供血不足，不仅会导致短暂性的脑缺血的发作，还会导致中风的风险增加。有些人是额头青筋凸起，特别是情绪激动或干重体力活的时候更加的明显。也有些患者是血压很高，在高血压的冲击下，血管的压力升高，于是青筋更加的凸起。但无论哪一种原因引起的头部青筋凸起，都必须要高度重视，因为头部是我们的司令部，一旦头部出现血管问题，爆发之后对健康的威胁很大，中风后导致死亡和瘫痪的风险很高。3、颈部青筋凸起。颈部青筋凸起一定要警惕颈静脉曲张。
当右心衰引起肝淤血肿大时，用手压迫肝，使颈静脉怒张更明显，称为肝颈静脉回流增阳性。所以当出现颈静脉曲张的时候，一定要去医院检查一下心脏，及时排除心脏的问题所致。4. 腹部青筋凸起。腹部青筋凸起，甚至有明显的淤曲扩张，这个时候一定要高度警惕一种疾病，这种疾病就是肝硬化。肝硬化的患者会合并门静脉高压，当门静脉压力升高的时候，侧支循环开放和建立，就会导致腹部的静脉曲张。如果发现腹壁静脉曲张，提示肝硬化已经是晚期了，这是肉眼都能够看到的。还有胃深部静脉，比如食管胃底静脉和直肠静脉曲张。静脉曲张严重，最大的危害就是会导致静脉曲张破裂出血，这种出血量很大，短时间内可能会导致死亡的发生。导致肝硬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长期喝酒、丙肝和乙肝。对于上述有一种或者是多种高危因素的患者，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检查。重视青筋的凸起，特别是一些关键部位的青筋凸起，因为它们往往提示着严重疾病的来临，此时应该及时的到医院就诊，及时明确导致青筋凸起的病因。2. 常做3组动作，消除腿部青筋。第一个动作就是很简单，勾脚。我们每做半小时或者是站半小时的时候，就想着勾勾脚，把脚尖向上勾起，尽力使脚尖朝向自己到最大程度，保持5秒钟。这个运动能够挤压静脉，血液尽快的回流到心脏，促进血液循环，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，还可以消除腿部的肿胀，也可以起到预防下肢肌肉萎缩、踝关节僵硬的作用。据医生统计，勾一次脚，脚上 60% 的血液就会回流到我们的心脏，非常的有效的把我们这个第二心脏给它充分的调动起来，勾勾脚。第二个动作就是踢腿，这是坐着的时候我们踢小腿，勾脚是放松小腿的肌肉，踢腿是放松大腿的肌肉。平时我们在每做半个小时的时候，可以有意识的踢踢腿，勾勾脚，不仅可以使腿部静脉血管的血液回流速度加快，平衡心脏血液的回流能力，还能大大的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，而且对于预防各种心脏病均有益处。第3个动作就是站起来踢大腿，这个动作也是可以帮助我们防止静脉血栓的一个动作。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可以很好的去防止我们下肢的由于长久的久坐引起的僵硬。这3个动作做完之后，我们整个腿上的肌肉全调动起来，每个动作做10个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